当地时间2号晚，20国集团外长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落幕。外界注意到，本应聚焦全球经济复苏议题的这场国际会议，再次被乌克兰问题带偏，各方分歧严重，以至于继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后 ，G20 外长会同样没能发表联合声明。而会议期间，美俄外长出人意料并且充满火药味的10分钟会面，也吸引了媒体关注的目光。中国外交部长秦刚2号在出席会议时就呼吁，20国集团应负起责任，体现担当合作，不搞阵营对抗，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秦刚表示，面对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和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20国集团应负起责任，体现担当合作，为促进全球发展繁荣做出贡献。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平等对话、协商一致的合作原则，不能搞强权政治甚至阵营对抗。要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脱钩断链，推动更包容、更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秦外长还提出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国际发展合作3项建议，强调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20国集团的各项议程，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这3点主张呢，实际上是一环套一环，逻辑性是非常强的。全球的治理问题面临着很大的这个挑战，气候问题非常的严重。全球的这个贫困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甚至有些地方粮食短缺，这些问题呢也都需要这个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够得到解决。如果各搞一套，搞团团伙伙，那么只能是使得全球治理的力度大大下降。外长会期间，秦刚还会见了东道主印度、俄罗斯、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巴西、沙特等多国外长。在与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会见时，秦刚表示，中荷经贸合作取得长足发展，互为重要伙伴，这得益于双方始终秉持互利互惠原则。中方赞赏荷方多次表示不赞同脱钩断链，愿携手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维护两国和双方企业共同利益。胡克斯特拉表示，荷中务实合作、平等互惠成效显著，超越买卖关系。荷方期待同中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和建设性对话，将继续根据本国利益在具体项目上独立作出判断。外界注意到，为阻止中国发展芯片产业，美国除了组建芯片4方联盟，还拉拢日本与荷兰，意图在芯片设备方面着手，阻遏中国芯片技术进步。1月27号，美日荷3国就限制向中国出口部分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协议，将把美国于去年10月采取的一些出口管制措施扩大到荷兰阿斯麦、日本东京电子和尼康等公司。深圳卫视注意到，美日荷达成协议3天后，1月30号，秦刚就同胡克斯特拉通了电话。秦刚当时指出，开放务实是中荷关系的最大特色，双方要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开放而非分裂、有序而非混乱的国际贸易环境。胡克斯特拉则表示，荷方愿推动两国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将继续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对华经贸事宜。我想，秦刚在这个多边场合会见西方这些外长呢，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就表明呢，世界多极化这个合作共赢，这是必然的。像荷兰、法国、德国对此都是有清醒的认识的。秦刚在 G20 外长会上还强调，全球发展繁荣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方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布了立场文件，将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积极劝和促谈，愿发挥建设性作用。深圳卫视注意到，秦刚在与各国外长双边互动时，均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秦刚指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立场的核心就是劝和促谈。中方从一开始就呼吁停火止战，站在和平一边、公平正义一边，主张通过外交谈判政治解决危机，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赞赏中方客观公正立场和建设性作用。法国外长科隆纳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都积极评价中方关于乌克兰危机的12点主张。多国外长还表示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希望中方为防止危机升级并解决危机发挥重要影响和关键作用。中国的这个主张呢，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这个赞同，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因为在俄乌危机爆发之后，一直到现在，大多数国家还是主张这个停战停火，来通过和谈来化解这场危机，而不是进一步拱火。
更引人关注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出人意料的10分钟会面。据美联社报道，在会议间隙，两人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简短交谈。这是自去年2月24号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美两国外事部门负责人的首次高级别会谈。报道说，布林肯与拉夫罗夫上一次面对面会谈是在2022年1月的瑞士日内瓦。时隔1年的见面充满了火药味。布林肯利用这次会谈向拉夫罗夫提出3点：第一，俄罗斯应释放在俄被关押的美国公民保罗·惠兰；第二，俄罗斯应改变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决定。I told the foreign minister that no matter what else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or in our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ways be ready to engage and act on strategic arms control, just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did even at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 布林肯向拉夫罗夫提出的第3点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布林肯当面强调，只要有需要，美国就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按照美方匿名官员的描述，两人的会谈俨然变成了布林肯单方面提要求，3个要求处处戳中俄方敏感点。俄罗斯方面并没有描述见面细节。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是布林肯要求与拉夫罗夫联络，拉夫罗夫也是与他走着谈的。扎哈罗娃强调，拉夫罗夫和布林肯显然不会在新德里举行政治会晤，因为美国鼓吹全球冲突升级，并已将外交努力推到了幕后。在外长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拉夫罗夫没有提到与布林肯的谈话，但他表示，俄罗斯仍对结束乌克兰冲突的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指责西方实际上阻止了此类谈判。Из западных коллег, да и из ряда дру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призывал к переговорам Украину. И, наверное, в этом есть своя сермяжная правда, потому что Украину как раз настраивают на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войны. 有评论指出，国际社会期待的是双方进行有建设性的沟通，而并不是布林肯式的指责、威胁和要求。这宝贵的10分钟被布林肯浪费了。两国的外长这个见面也是不欢而散，使得这个G20峰会也没有达成一个共同的声明。这是有悖于大多数成员的意愿的。大家还是一致呼吁呢，还是要通过合作、通过对话来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而不是对抗，不是搞集团政治。据央视军事2号报道，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吴希明，现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曾主持设计了我国第1款专用武装直升机直10。他在两会前就透露，新的直升机产品已经在路上。就是直升机产品的话，你不要说国外做有什么就做什么，它必须给我们国家的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发展、国家发展和我们的技术发展要结合在一起。那么最适合我们国家，甚至我们国家扩散到10年、20年、30年之后，全世界社会发展，它是什么状态？那么它最适应的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定位，准确定位和准确判断它的能力要发展什么。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能看到这样的产品？已经在路上，而且我希望加快，我们持续努力把它加快。未来可期，未来可期。近40年的时间，吴希明和同事们一起开创了中国直升机研制、探索一代、预研一代、设计一代、生产一代多型号体系化发展的新局面，也见证了中国直升机研制领域多个里程碑式的时刻。由他主持研制的直10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战斗力的武装直升机之一，将中国直升机技术向前推进了20年。2023年全国两会，他作为全国政协科学技术界的委员，准备了3份提案，分别围绕设立通航产业国家重大专项，在国家通用航空领域加大国产直升机采购力度，航空研究领域人才体系建设3个方面展开。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航空科技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那么我们航空工业需要建立我们的创新高地以及我们人才体系。那么建议的话怎么做？那么体系建设、产业建设、产品的支持以及如何做，一脉相承3个这个提案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荣毅近日也透露，中国正在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预计2027年前后完成首飞。其无助推构型的1子级可重复使用，将优化中国空间站运营成本。此外，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还可以为正在研制中的新一代载人飞船和月面着陆器提供高可靠、高安全的解决方案。在智能飞行方面，还会在这型火箭上有一些这个实际的工程应用，去进一步提高任务的成功的概率。
也是进一步保障航天员的安全。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要在空间站运营阶段进一步的去优化这个运营的这个成本。所以这一型火箭的1子级目前是按照可重复使用去进行设计的，并且有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重复使用的一个方案。中国超低轨卫星星座的建设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2院院长宋晓明透露，目前正在开展首发星研制，预计9月具备发射条件。而首发星成功入轨后，将对超低轨道飞行技术、高分辨率对地成像技术、星载智能处理、信息直达、用户终端等关键技术进行演示验证和应用示范。超低轨道通常指150公里至300公里高度的轨道，虽然它的覆盖范围不如高轨道和中轨道卫星，但可以通过增加数量弥补覆盖，提供更大的容量、更低的时延和更高的网络速率。相较于传统轨道，超低轨道飞行可有效降低卫星研制和发射成本，提升信息获取和传输效率，适用于卫星批量化生产和高密度发射。说到低轨星座项目，就不能不提到美国太空技术探索公司 SpaceX 于2015年正式提出的星链项目。该项目计划发射4425颗低轨卫星，后来增加到4.2万颗，为全球范围内的客户提供高速宽带互联网服务。这些卫星在近地空间连点成线，支线成网。仅星链一家就占了2/3以上的空间。如果没有更多竞争者，未来1000公里以下的轨道或将被其独占。人民日报3月3号的头版发表任正平署名文章指出，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将最大限度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最大限度把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出来，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文章表示，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奋斗者号万米深潜，人造太阳持续燃烧，西河号探日实现太阳探测0的突破，非凡10年的不凡成就，见证着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奋进足迹。从向科学进军到创新驱动发展，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步履坚实。实践充分证明，中国要发展，最终要靠自己。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2号，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指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正在关键新兴技术的竞争上输给中国。该研究一共分析了44项相关的技术领域，发现中国在其中多达37项的领域中均遥遥领先。这37项包括电池、超音速以及5G 同6G 等先进技术。美国则在疫苗、量子计算机运算及太空发射系统等7项中依然处于领导地位。值得警惕的是，这份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报告在介绍中国这些年的科技发展后，转而渲染称中国通过政府项目建立起了高影响力研究的惊人领先地位，并称西方民主国家正在失去全球技术竞争优势，敦促各国政府加大研究投资。3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回应指出，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为全球的科技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我们一贯致力于同各国开展科技创新合作，共享发展红利。我们反对科技霸权和脱钩断链。中方认为，将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搞小团体，最终损害的是整个世界的利益。我们始终认为，最终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应该服务全人类的福祉。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考虑在今年访问中国。他称，美国政府不希望美中紧张局势升级，但美国商务部最新却将26家中国企业列入了贸易黑名单，这不禁让人质疑美方要对话的诚意。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美国限制中国技术发展的努力注定要失败。3月2号，雷蒙多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拜登政府希望以有利于美国的所有方式和中国保持接触，无论是通过商务或外交渠道。这种沟通是为了让紧张关系降温，避免局势升级，是美方的期待。I'm certainly going to be sending my team over, probably even this spring. We're trying to work that out. And yes, I think probably I would. 雷蒙多能不能这个对华的访问能不能成行？那主要还要看就是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政治氛围，中美关系呢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状况。那更主要的看拜登政府他有没有这样一个政治勇气来对这个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加征的不合理关税了进行部分的取消。
而在同一天的美国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普莱斯表示，尽管美中外长没有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会面，但双方在慕尼黑已经就双边关系进行了广泛讨论，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对话和接触。Principally because the Secretary sat down with the PRC's top foreign policy official just a couple weeks ago in Munich. They had a more extended discussion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covering a broad range of topics as we've discussed. I expect there will be additional calls and engagements in the coming weeks, but we had just taken advantage of one opportunity a couple weeks ago. 近来，美方寻求与中方对话的表态并不鲜见，但对华经贸和科技打压也从未停止。就在雷蒙多表态希望访华的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将26个中国实体列入了贸易黑名单，其中包括华大基因旗下的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和香港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器供应商浪潮集团也被指使用美国制造产品所谓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而被列入黑名单。We're very clear-eyed about the fact that in certain areas of technology, the United States is ahead. We're ahead of China. We want to stay ahead of China. 在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回应称，这是美国在捏造借口、不择手段打压中国企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尊重基本事实，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停止滥用各种借口，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为中国企业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待遇。中方也将继续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3月2号，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旗下播客节目《拉赫曼说事》采访时就表示，美国限制中国技术发展的努力注定要失败。Well, I don't think the U.S. will ever be successful at preventing China from having great chips. You know, we are going to force them to spend time and a bunch of money to make their own chips. And I think that's a shame, and I don't get the logic, given that they're at scale, to catch up fairly quickly. You know, I wish the U.S. and China could get along better. We seem to be on a deteriorating trend, which when we have things like health innovation, climate innovation, that are win-win things between all countrie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i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m disappointed and worried about how that relationship has evolved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盖茨表示，自己甚至都不明白美国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到底为了什么。I don't even get what its success is defined as. To make sure we have less job in our chip industry, to have excess supply in the chip industry, to make Taiwan more attractive. It's complicated. 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2号在回应有关中美经贸的问题时强调，美国对中美贸易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制约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损害了美国的比较优势和美国自身产品的竞争力，也损害了中美两国企业加强合作的信心和意愿。我们双边贸易去年达到了7500多亿美元，那么这说明了我们两国经贸关系有非常强的互补性，这个有很强的抗压的韧性。但是我想说呢，这个互补性，这个韧性的潜力并没有得到发挥，所以这个中美经贸合作的互利共赢的这个本质应该得到加强。美国反战组织粉色代码联合创始人埃文斯则表示，美国正在把推动伊拉克战争的操作模式用在中国身上。该组织2名成员2月28号在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举行的首次听证会上，高举“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停止仇恨亚裔”的标语，对渲染中国威胁的议员表示抗议。And for the last 3 years, we have been watching U.S. propaganda drive hate and fear around China. And so our only way to get in the way of that is to disrupt it with our message that China is not our enemy. We don't believe that China is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don't know why people are spreading that rumor or spreading hate or spreading 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a lot of poverty. We have things we could learn from China, who, took 1 m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We're disrupting this narrative that you're asking me to explain, but I have no idea. I assume
that one of it is that China is increasing in pow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 in power, don't want to give up their hegemonic ruling of the world.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G20 外长会在应落幕，但会后并未发布声明，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没有发布声明呢，意味着 G20 的与会成员国在重大的议程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难以达成共识。英国毒舌媒体包括 BBC 和《经济学人》在报道标题中呢，都用了同样的一个英文表述 bitter divisions， 所谓苦涩的分歧。那么这也是继上周 G20 财长会之后，又一场 G20 范围的部长级会议再度呢声名流产。那么这对会议东道国，也是今年 G20 主席国的印度来说，当然是重大的打击。而且呢，这样一种打击它是在多重层面展开的。首要打击的当然是印度作为东道主试图设置大会议程的努力，包括包容性的增长、气候金融、更具代表性的多边机制以及可持续的发展目标等等，这些呢都是印度作为本届 G20 主席国所着力推动的议程。但是在这2次部长级的会议上都没有取得印方期待的进展，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停滞。同时呢，印度前期斡旋议程、调停弥合分歧的这个努力也宣告失败了。印度总理莫迪之前就公开表示对会议的期待 ，Focus not on what divides, but on what unites us。不要聚焦于分歧，而应该聚焦于连结。那我们放到更大的层面来看，印度的 G20 雄心以及旨在展示并且塑造印度自身大国形象地位的国家努力，同样也是阶段性的受挫。印度对 G20 的关注与投入可谓是现象级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是一个崛起中的明星城市迎来了初办奥运会的高光时刻。那么现在印度很多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上都有 G20 的巨大的徽标。印度前驻法国大使叫库马尔，他现在呢专注 G20 的研究。他这样分析莫迪政府掀起的 G20 热，印度可能永远是坐不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位了。因此呢，选准发力其他的多边平台，那么 G20 就这样被印度给瞄上了。前面提到的印度希望设置的那些个大会议程，那么这和印度所着力塑造的 Global South， 也就是这个全球性南方这个代言人的这个身份一致。也就是说呢，要随着印度自身国力的增强，印度要取代了英国晋升全球第5大经济体。那么印度他希望通过这一次 G20 来办会，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大国定位，进一步强化自己作为全球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这种国家 IP。当然了，期待越高，失望就越大。在连续2场部长级会议的这个声明2度流产之后呢，东道主看来是很有挫败感的。外长苏杰生已经在公开吐槽多边主义陷入到了危机。那么对于苏杰生和莫迪来说，更大更紧迫的危机就在于接下来要召开的 G20 峰会声明难产尴尬的这一幕会不会还将延续。虽然 G20 外长会未能达成声明，亮点有限，但这次中国外长参会以及高强度的场外互动也被外界高度关注。您对此如何看？这是秦刚就任大国外长之后首次参加 G20 外长会，也是他第一次作为外长亮相国际多边舞台。当然呢，这位 G20 成员国的这个同事们与秦外长建立工作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就在上月，秦刚在外交部兰厅发表主旨演讲，发布全球安全倡议的概念文件，就如何践行这一中国方案，切实破解人类困境，做出深入的阐释。那么在俄乌冲突迎来1周年的当天，中方也发布了推动政治解决俄乌危机的12点立场文件。一定程度上呢，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版安全倡议的国别实践，或者说是地区热点实践。所以这次秦刚参会也为再次阐释中方的安全观，宣讲大国外交立场，推动解决地区热点难点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契机。那么在一系列的双边会晤中，中印外长会晤无疑是关注度极高的一场。这当然和中印关系的现状是息息相关的。一定程度上，过去几年边界问题绑架了全球2个最大人口国的双边关系。秦刚在会见中就称说，作为相邻的大国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印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印关系关乎亚洲乃至世界的未来。
双方要在世界100年变革的这个背景下来看待两国关系。相信对这样的诚恳表述，对中印双边关系重要性的高度评价，刚刚在 G20 外长会上遭遇挫折，经历被美联社称作是 East-West Showdown， 也就是所谓东西方对决的印度外长苏杰生来说，应该是入耳入心的。那么苏杰生说，他与秦刚的会见聚焦于中印双边关系的现阶段的挑战，尤其是边界地区的和平安宁问题。那么如果中印这两个全球性的大国能够就此达成共识，边界问题并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那么中印关系就有更大的动能继续往下走。今年印度作为东道国主席国，承办 G20 的这个一系列的会议，这呢无疑为中印领导人保持对话接触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当然了，外界也注意到秦刚在与加拿大外长会晤时当面驳斥所谓中方试图干预加拿大大选的这个谬论，指责相关的言论纯属无稽之谈，完全子虚乌有。那么在关乎国家利益、国家立场的外交原则问题上，大国外长呢可以说延续了一贯的作风，直率、直接，毫不拖泥带水，强势据理力争。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称考虑在今年访华，但美国商务部却在同一天再度将2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实体清单。您对此又是如何分析？我昨天在节目中也曾经分析，这2天雷蒙多很忙，在各种媒体平台上宣讲所谓芯片法案的政府实施细则。那么这实际上也意味着美国对华持续加码，大打芯片战、科技战，搞所谓脱钩断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化、武器化操作。至少呢，在美方，它是全政府的行径，是所谓的国家战略。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判断与理性的认知，要坚持底线思维，不要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雷蒙多一边表态期待访华，甚至向媒体宣称已经着手让执行层面的官员在推进，一面呢又继续对华强力施压。实际上，这也再次验证了这样一个判断。值得关注的是，雷蒙多在接受雅虎财经采访时被问到是否会在更多经贸领域复制类似的芯片围堵手段时雷蒙多的回答是不。他就特别强调，美中经贸关系1年的规模接近7000亿美元，对华经贸在美国也支持了数量巨大的工作机会。他同时透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对打了4年的美中贸易战进行政策评估，会在年内拿出全面的报告。那么如果有政策的调整，会在报告出来之后相继做出。如今在拜登团队内，雷蒙多他被美媒公认是在经贸议题上最有话事权也最具影响力的官员。但就是这样一位动辄宣布加码对华高科技围堵的美方高官，他呢也在谈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工作岗位贡献，我认为这是相当耐人寻味的。可资参照的是，根据美方发布的最新数据，中美实体贸易额以及美方的对华贸易赤字去年都创下了新纪录。这其中的真实的利益评估与决策逻辑，在中美竞争，尤其是芯片、人工智能等等尖端技术领域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3月1号，韩国总统尹锡悦出席3.1抗日独立运动纪念仪式并致辞。尹锡悦既未敦促日本反省侵略历史，也未提及日本强征劳工赔偿和慰安妇问题，反而大力宣扬韩日伙伴关系，强调日本已从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合作伙伴，招致韩国民众及政界人士的强烈批评。据韩联社报道，韩国4家民调机构2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尹锡悦施政表现的好评率仅为37%，差评率则高达51%。民调机构韩国盖洛普3号发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总统尹锡悦的施政好评率和差评率分别为36%和55%，均较前略降。就是尹锡悦的这样一个表态，应该说对他执政的这种负面影响还是会非常大。首先就是说不喜欢他的人，那么通过他这样一个表态，恐怕呀会更加对他应该说不再抱任何的这种希望。再一个呢，在他保守党的内部，尽管就是说，大家就是要希望加强，比如说与美日的合作，但是这种民族的恩怨，就是反日的这种情绪呢，还是显而易见存在的。如果说他接下来在国内外重大的这种事件上，如果说再有负面的一些这种冲击的话，我想这个国民的感情，包括他党内，对他的这样一种反感，
我觉得恐怕对他的执政这种负面影响还会是发酵。除了韩日伙伴关系，尹锡悦还强调美日韩合作的重要性。 특히 복합 위기와 심각한 북핵 위협 등 안보 위기를 극복하기 위한 한미일 3자 협력이 그 어느 때보다 중요해졌습니다. 尹锡悦的讲话虽然遭到韩国民众的强烈批评，但美日两国却予以积极评价。当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回应称，韩国是非常重要的邻国，日韩双方将在全球事务中进行合作。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则在记者会上表示，日韩关系在过去数月取得长足进步，美方对尹锡悦有关日韩面向未来的讲话表示欢迎。 有分析指出，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韩日关系跌宕起伏，不少难解的矛盾横亘在两国之间，包括历史、领土争端等问题。为推进印太战略，美方过去一直试图撮合两国缓和关系，但收效甚微。文在寅执政时期，甚至一度废除了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不过，自尹锡悦去年5月上台后，就着力修补韩日关系，同时强化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 当地时间2月27号，美日韩三国在夏威夷举行了首次经济安全对话，重点探讨了半导体、电池和核心矿产资源供应链的稳定问题。此外，韩国还参加了所谓芯片四方联盟的会议，它是美国主导的美日韩及台湾地区重组芯片供应链的产业联盟，意在推广美国对华芯片遏制战略。 韩国舆论指出，尹锡悦政府之所以有如此重大的转变，原因就是听从美国的命令，要在亚太地区组建新的军事联盟。但这种不顾民意的政府行为，很有可能会引发韩国内部的矛盾。最令人担忧的是，韩国政府这种将美日引狼入室的选择是非常危险的。与此同时，美日韩军事联动更加值得警惕。就在2月22号，三国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举行导弹防御演习，韩军世宗大王号驱逐舰、美国海军巴里号驱逐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驱逐舰参演，重点演练了共享弹道导弹目标信息，熟练掌握探测、追踪和拦截程序。据悉，同类演习自去年10月以来已经进行了9次。 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宣布，美韩军方决定于本月13号至23号举行自由护盾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据悉，演习规模将超以往突救等联合军演的范围及规模。这是两国时隔5年后再度重启战区级大规模实战机动演习。 就在近日，美国海军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斯普林菲尔德号还驶入釜山作战基地，并高调发布了多张照片。这是美国海军核潜艇部队时隔5年多再次公开访问釜山港。那么在这些联合军演过程当中，那么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大杀器、战略武器参与其中。再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美国的这个战略武器啊，咱们说大杀器，所谓定期的来巡回，在朝鲜半岛附近出没。 还有一个呢，如果说形势，再度紧张，或者说继续往前就是恶化，不排除美国在韩国部署相关的战略资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韩国3.1抗日独立运动104周年纪念日讲话时，未能敦促日本反思历史，反而将责任归咎于当时的韩国自身未能顺应世界历史之变，您作何解读？ 实事求是来说，假如尹锡悦的这篇讲话不是发生在韩国3.1抗日独立运动纪念日，而是放在平时的某个时间点上，那他无论是倡导韩日合作，还是将责任归咎于当时的韩国自身未能顺应世界历史之变，都不仅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触及了问题本质的反思。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内因是决定性的作用，外因只是其影响作用。假如韩国在当时就认清世界大势，奋起改革图强，日本的确是不敢产生觊觎之心的。这就如同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把甲午战败的深层次责任归咎于晚清政府为了小集体的利益，只是开展洋务运动这样的小修小补，却未能对封建君主制度进行大破大立，其意涵是相似的。 尹锡悦的问题在于，你发表这篇高论的时间、地点、场合，尤其是方式方法都不对。也就是你不仅不能在3.1抗日独立运动纪念日这样的场合来讲这样的话，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你的讲话太偏颇了。应该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对半岛的侵略扩张，再来反思韩国自身的问题。
那作为韩国总统的尹锡悦，为什么会在韩国3.1抗日独立运动104周年纪念日上发表这样一篇带有亲日立场的讲话呢？我认为这应该不是因为尹锡悦在政治上的不成熟，而是另有目的。英国著名的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名著《1984》中有这样一句名言：“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尹锡悦显然是想利用现任总统的身份和掌握的话语权，来淡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让韩国民众忘记过去的仇恨，从而为接下来日本与美国合作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铺平道路。而且尹锡悦这篇讲话的逻辑路径是这样的：过去韩国就是因为未能顺应世界大势，寻求变革，才招致了日本的侵略。那么现在的韩国不能够重蹈过去的覆辙，必须认清并主动顺应世界大势。这个世界大势就是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搬掉美日韩构建军事同盟的最大绊脚石，也就是韩日历史问题，是好几任韩国保守派前总统都想做的事情。朴槿惠为了签订韩日情报交流协定与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就跟日本签订了解决2战时期强征劳工问题的协议，但是最终的结果，他们都因为忤逆了韩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无一例外的都翻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尹锡悦为什么还要主动去捅这个马蜂窝呢？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拜登政府在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这件事情上对尹锡悦逼得太紧了，以至于尹锡悦不得不铤而走险。那么在企图通过淡化历史恩怨来促进韩日和解失败之后，我相信接下来为了完成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这个宏大的战略目标，三国政府将会从现实层面着手，也就是通过炒作朝鲜威胁论，以及不排除配合美日渲染中国威胁论，来塑造韩日不得不联手的外围紧张情势。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